今天我们聊一个琢磨了很久的一个话题，你说奇怪不奇怪？伊朗是一个将近9000万人口的大国哈，国土面积是法国的3倍，它还掐着全球的这个石油命脉——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实力在中东也是数一数二。但是为什么我感觉它在国际舞台上总是那么憋屈呢？明明是握着一把的好牌，打牌的时候却总是瞻前顾后，嘴上说要让对手付出这个噩梦般的代价，真的动起手来，永远都是拳头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我翻了很多资料，越看越觉得这个事情与其说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心理学的案例。今天我就用一个比较大胆的比喻来剖析一下，在国际政治这么一个残酷的舞台上，伊朗是不是变成了战略上的渣男？先别急着反驳哈，渣男这个字听起来确实不太好听，但是我不是要做什么道德审判，而是想借这个比喻让大家理解一下这样一种特别矛盾、特别不稳定的状态跟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的核心就是言行不一、摇摆不定。它在强硬对抗跟寻求和解之间是反复横跳，让你永远也摸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今天可能对你海誓山盟，明天为了别人的一点好处，转头可能就会把你晾一边。那不管是谈恋爱还是搞外交，我想这样一种行为都会导致一个非常要命的后果，就是信誉破产。而这个恰恰就是今天伊朗在国际政治舞台面临的一个绝境。它这样一种战略摇摆，不光让美国、以色列这些对手看穿了他的底牌，觉得他是在虚张声势，更要命的是，就连中国、俄罗斯这样一些本来是伙伴的国家，也对他充满了疑虑，不敢真正的下注。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探讨一下，不仅仅是伊朗这个国家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关于在地缘政治舞台当中信誉这个东西，它到底有多么重要的一个残酷的预言。我们先看看伊朗是怎么样在强硬对抗跟寻求和解之间反复横跳的，最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样一个人格分裂的边缘。当然，人格分裂也只是一个比喻而已。政治学上我们管这个叫做政策偏好的内在矛盾，或者是战略目标冲突。但是用人格分裂这个说法，我们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感受到伊朗这样一种被撕裂的社会状态。我们先聊一聊什么叫做战者死。1979年伊斯兰革命发生以后，对于伊朗人来说，不仅仅只是换了一个政权那么简单，这个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他们民族精神的重生，核心就2个字：尊严。那摆脱了西方的殖民控制，特别是美国这个大撒旦，他们找回了自己的道路啊！这样一种对尊严的执念，其实扎根于他们自己的民族跟宗教文化里面。我们都知道，在什叶派穆斯林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故事，几乎每一个伊朗人都能够倒背如流。1300多年以前的卡尔巴拉悲剧，伊玛目侯赛因先知的孙子，为了反抗暴政，带着几十个家人跟追随者，明知道死路一条，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数千敌军的战场，最后全部壮烈牺牲。那这样一种寻道文化被非常完美地移植到了现代的伊朗政治里面。两伊战争当中被定义为神圣的防卫，牺牲的这些士兵都被尊称为当代的殉道者。所以当这个伊朗领导人反复强调抵抗外辱跟民族尊严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说空话，他就是在触碰这个民族最敏感也最骄傲的神经。而抵抗轴心也是在这样一种哲学底下产生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实践。伊朗通过支持本地区的其他的武装力量，建立了一个战略缓冲带，就好像下围棋一样，在自己这个附近，他没有怎么轻易的动，但是在棋盘各个角落都布下了自己的棋子，让对手投鼠忌器。每一次对以色列的袭击，每一次对美国利益的挑衅，其实都是在向全世界宣告我的尊严不容侵犯，你要是敢动我一下，那整个中东都会起火。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荣誉文化的心理状态。我宁愿输，我或许会输给你，但是我绝对不能够丢人，我丢不起这个脸。但话又说回来，战者死的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如果真的爆发全面战争，就算封锁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然后打出这张王牌，给对手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
但说白了，其实更像是经济上的自杀，因为你倒是切断了全球的石油命脉，但与此同时也切断了你自己超过65%的财政收入。所以，站着死的这个尽头很有可能不是什么荣耀，而是大家一起共同毁灭。那既然站着死是一条绝路，那如果我们放下身段，选择妥协，跪着生，是不是就能够柳暗花明呢？其实伊朗人他们真的试过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比站着死还要更屈辱。2015年的这个伊朗核协议就是这样一场戏的高潮。当时的温和派政府跟老百姓承诺，我们暂时放下一些骄傲，暂时放下一些尊严，换来的是国际社会解除对于我们的经济制裁，大家能够过上好日子。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功利主义的选择，为了绝大多数伊朗人的最大的利益化，为了大家的福祉最大化，可以牺牲一些原则跟尊严。这背后其实还有一种更原始的心理学的现象在作祟，叫做损失厌恶。简单来说，就是对于失去的恐惧是远远大于得到的渴望。比起来，拥有核武器、拥有核能力带来的收益，避免整个国家经济彻底崩盘，这样一个损失显然是更强烈的一个动机。不过很可惜，这样一场用尊严换来的理性的妥协，结果却是充满了屈辱。伊朗人他们满怀希望地打开了大门，结果却发现说好的盛宴，结果只有几块干面包。很多国际银行因为害怕制裁，他们根本就不敢跟伊朗人做生意。到了2018年的时候，美国干脆就单方面的撕毁了这个协议，所有的制裁还要加倍的奉还。这样一种结果，其实对于伊朗人心理上的打击是相当的大，他狠狠地扇了那些温和派的脸，也验证了强硬派一直以来的这个警告。所以你看，妥协没有什么用，敌人是靠不住的，他们最终的目标无非是要彻底让咱们解除武装，然后放弃在这个地区的所有的影响力，甚至连最后这个政权都要被敌人连根拔起。而几十年的制裁跟孤立，本来就已经让很多伊朗人感到疲惫、绝望，而失败的尝试，他们的这个妥协，更加让他们觉得任何改变的尝试跟努力，其实最终都被外部力量无情的碾压粉碎了。站着死，快饿死了，跪着生吧。跪是跪下了，可是人家并没有给你一条生路，没有给你一条活路，那还不如索性躺平等死算了。这个就是心理学上的习得性无助。想象一下，被困在笼子里的这个老鼠，在不停地尝试各个可能的出口，然后被反复电击，最后就算笼子门真的打开了以后，这个小白鼠它也已经躺平放弃逃跑了。所以站也站不直，跪也跪不下去。一个被卡在中间的这么一个国家，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答案就是精神分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伊朗最悲剧的地方，他哪一条路都选不了，他尝试过，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最终被迫躺平，他卡在了中间，从此以后开始了这种旷日持久的反复横跳。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认知失调，就是当你同时拥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极度的痛苦和不适。现在的伊朗其实就是一个国家规模的认知失调症的患者。他们有一个信念来自于革命，就是必须要抵抗西方，要为了民主的尊严。但是另外一个信念来自于可悲的痛苦的现实，就是我们必须要跟西方人打交道，必须要接触西方，甚至有时候不得不卑躬屈膝的去讨好西方，否则的话国家就要经济崩盘。那这两个信念互相矛盾，就像两个人在伊朗的身体里面进行一场永无休止的争吵跟拔河，其结果是什么？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状态的国家。我们看看伊朗，他们的行为其实是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跟中国签署了25年的战略协议，高喊向东看，但另外一方面又始终对于西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一种分裂状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制度化了。我们看到伊朗实际上有两个外交部门，一个是穿西装在日内瓦、在纽约、在维也纳穿梭的这些进行谈判、进行各种外交活动的职业外交官，另外一边是一些穿着军装在中东各地指挥
抵抗轴心的革命活动的那些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那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非常矛盾的整体。两个不同的自我，有各自独立的外交渠道跟行动能力，这就好像一辆车，但是有两个司机都在抢方向盘，一个想要往东开，一个想要往西跑，然后结果可想而知，这辆车只会在原地打转，或者是摇摇晃晃，就是没有办法往前开。那这样一种精神非常分裂的最极致的表演，其实就发生在几年以前，那样一场震惊世界的斩首行动发生了以后。2020年的1月，伊朗的传奇将领舒莱曼尼被美军定点清除，整个伊朗群情激愤，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亲自出面发誓，要让美国遭受严厉的报复，甚至说已经准备好了13款不同的报复的方案，哪怕是最弱的那一款，也足以让美国做历史性的噩梦。那这些话说的其实已经够狠了。其实当时的时候，全世界的目光也都已经聚焦在波斯湾，非常担心第3次世界大战可能一触即发。但是几天之后的报复行动，就是堪称是表演艺术的一个典范。伊朗向驻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射了10几枚的弹道导弹，但是根据后来我们包括伊朗前外长在内的多方信息证实，其实伊朗在袭击以前，他们已经通过伊拉克方面提前向美军发出了预警。我准备要严厉报复你了，但是我会先提前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说我要打了，你赶快躲好先。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美军的基地设施受损，上百名士兵因为冲击波有脑震荡的这个后果，但是没有人伤亡。袭击结束的时候，伊朗外长立马就在推特上宣布，我们已经采取了报复行动，结束了自卫的措施，我们不寻求事态升级或者是战争扩大。所以大家看明白了没有？其实这样一场所谓的严厉的报复行动，从一开始就是被精心设计成一场对内有交代、对外不至于失控的政治表演。他必须要做，因为一方面需要安抚国内的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但同时又绝对不能够做过头，因为伊朗政府会害怕这样真的会引发一场可能失控的、会威胁到政权生存的全面战争。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在2024年的4月份，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被以色列轰炸以后，有很多高级将领被击杀。伊朗的反应也是如出一辙，先是放狠话，然后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但是与此同时也被全世界都能够提前预知的无人机跟导弹的攻击。其实这个现象跟我们当前正在发生的这个现象非常的类似了，就是大量的飞行器在飞往以色列的途中就已经被层层拦截，最终造成的实际损害其实微乎其微。那这样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模式发生过一次是偶然，发生2次可能是巧合，但如果3次4次反复出现，那就变成了一种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政治秀了，因为已经被对手跟你的伙伴都看穿了。那所以这样一种战略摇摆的表演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答案就是两头都不讨好。我们先看一看他的朋友中国跟俄罗斯。很多人以为中俄一是铁杆盟友，是铁三角，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中俄对于伊朗的态度更像是在跟一个不太信得过、不太靠谱的生意伙伴打交道。他们保持着一份警惕，算是某种程度的风险投资。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伊朗这个伙伴实在是不太稳定，也不太可靠。因为他今天需要你的时候会跟你称兄道弟，但明天为了跟西方缓和关系，他分分钟就有可能会出卖你。事实上，伊朗也的确是为了想要讨好西方，出卖了中国的华为跟其他一些公司的机密信息。所以中俄对于伊朗的外交策略是一种典型的对冲，他们会购买伊朗的便宜的打折的石油，在联合国会口头支持一下伊朗，但是绝对不会跟这个国家进行深度的捆绑。俄罗斯答应卖给伊朗苏35战斗机跟 S-400防空系统，迟迟没有交货，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正因为没有人把自己的核心利益愿意捆绑在一个随时可能会变卦的不靠谱的玩家身上，那既然朋友这边都靠不住，那对手那边会怎么样？结果显然会更糟，因为美国跟以色列早早已经把伊朗的这个底牌摸得清清楚楚了。他们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伊朗其实非常怕死，所有的那些强硬其实都是为了避免战争，而不是为了想要打赢这个战争。他们的核心利益只有一个，就是确保政权安全。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特朗普之所以敢对着伊朗搞什么极限施压，以色列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对于伊朗的军事目标、核设施、核专家，对于他们的高层进行精准的打击跟斩首行动，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算准了，伊朗所谓的这个报复一定是象征性的、可控的。所以我们看到战略渣男的悲剧就在这个地方，他想通过强硬的言论来威慑对手，但因为你这种不靠谱的表演玩得太多了，对手已经看穿了他的软弱，他想通过左右逢源来争取伙伴的支持，结果就是这些国家根本早就已经看穿了他的这种投机心态，最终呢，伊朗就被困在他自己制造的这么一个信誉陷阱里面。然后发现自己现在陷入了一个非常窘迫的状况。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伊朗已经够惨了，但其实最讽刺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国力远远不如伊朗的国家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明白，其实信誉这个东西多么的重要，又多么的值钱。那这个国家其实就是朝鲜的经济体量、综合国力各方面跟伊朗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但为什么美国肯定不敢像对待伊朗这样轻视这个国家呢？甚至还要跟朝鲜进行所谓的最高领导人级别的直接对话，因为朝鲜这个国家虽然是一个弱国，但是这个民族有一种近乎偏执的一种偏执狂。人家虽然也很骄傲，也很看重民族的尊严，也很重视荣誉，但除此之外，人家是敢想也敢做。朝鲜人他们的言行是高度合一的。他说要造核武，他真的是造了；他说要射导弹，马上也就射了。哪怕是被全世界制裁，真的也就无所谓，因为这样一种不计成本的破釜沉舟的决心，是一种哪怕代价非常高昂，也跟你干到底的这样一种信号。的确，也向全世界证明了我是敢玩真的。你要是敢跟我玩火，我是随时敢掀翻桌子的。所以，朝鲜人的这样一种做法，虽然看起来有些极端、有些疯狂、有些轴，但也的确为他赢得了谁也不敢轻视他的这样一种战略的分量。其实，在国际政治的丛林里面，战略分量这个东西，它不完全取决于你的块头有多大，你的肌肉有多猛。更多的是取决于你敢不敢玩命，你的意志到底有多强。那别人会不会把你当回事，其实在于说你威胁跟你承诺的可信度高不高。但是伊朗的问题就是亲手摧毁了自己的这种可信度，别人再也不怕你了。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这个问题，就是伊朗为什么会如此憋屈呢？因为他犯了一个战略上最致命的错误，就是经常性的放狠话威胁对手。当大家信以为真，以为面临终极考验的时候，他结果却是最后一秒软了，然后选择妥协跟退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信誉如同一个人的名声，一旦破碎，想要再拾起来的时候，就真的是难于登天了。所以，伊朗这个战略渣男的故事，既是地缘政治的一个残酷的预言，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可能遇到的关于选择与代价的难题呢？一个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里面，如何平衡强硬跟灵活？我们普通人在生活当中又该如何在坚持原则和灵活变通之间找到那个最合适的平衡点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如果这个内容对您有启发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订阅爱生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